在南美洲白垩纪晚期的荒野上，生活着这样一位老铁。他长着公牛一样的脚，披着蜥蜴般的鳞甲。他拥有哥斯拉般的炫酷外形，却有一双连霸王龙看了都直呼内行、短到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的小爪爪。他正是今天的主角——阿贝利龙科的究极体进化形态食物牛龙。大家好啊，我是戴红。食物牛龙这个名字呀，一听就不是善茬儿。属名源自古希腊语，直译过来是食物公牛。为啥叫这个名呢？咱一看他的脑袋就全明白了哈。在他那短而高、宛如一个被门板夹过的头骨上，双眼的正上方赫然长着一对粗壮实心向后倾斜的骨质角。这对角长15厘米，可能外面还包裹着角质鞘，活脱脱就是一个在 cosplay 公牛的大蜥蜴。放眼整个兽友类恐龙大家族，双眼上方顶着一对成对骨质角的，只此一家。食物牛龙生活在距今约6900万到6600万年前的白垩纪晚期，分布于现今南美洲阿根廷那一片。1984年，阿根廷国宝级古生物学家何塞·波拿巴带队在阿根廷丘布特省的一个叫做波乔萨斯特雷的私人农场里挖出了这具惊为天龙的骨架。这具食物牛龙正模标本保存完整度极高啊，甚至保留了极为罕见的大面积皮肤印痕，是第一个出土了大面积皮肤印痕化石的兽脚类恐龙。不过比较悲剧的是，为了把周围那些比藤壶还要牢固的赤铁矿清理掉，科考队把化石右侧的好大一块皮肤印痕给意外损毁了，很遗憾哈。食物牛龙属于是轻装战士型英雄，成年个体体长在7.5到8米之间，体重在1.3到2.1吨左右，身体结构十分极端，头骨巨大且坚硬，而骨头里布满了气囊，是轻的离谱啊，后肢修长纤细，十分适合奔跑。它的前肢，哎呀，只能说是一言难尽了。它的前肢比传奇小短手霸王龙的爪子还要更短，比例是离谱，堪称是所有大型肉食恐龙之最呀。那么食物牛龙的小手臂有什么作用呢？在网上是众说纷纭啊，难以找到一个科学的结论。遇到这种容易混淆的问题，我直接拿出了我的全能小助手千问，问他食物牛龙的小手臂有什么作用呢？大家来看哈，它的上臂就一丢丢长，前臂更是只剩上臂的1/4长，整个手掌连腕骨都给省了，掌骨直接接在骨头上，就留4根指头，其中只有中间2根稍微有点指节的模样。就这双手啊，别说捕猎了，赶个苍蝇都费劲。根据千问给出的回答，科学家们断定牛龙的这双手已经完全失去了抓握功能，其退化程度就跟现在的儿苗和几维鸟那退化的小翅膀一样，属于是彻底躺平摆烂了。千问确实是非常好用哈，给出的回答都很完整，而且逻辑准确这就是千问呀，全程免费无广告，不管是做古生物科普、查硬核资料、写视频文案都能随时随地流畅使用。这么全能省心的科普创作生活助手放在评论区置顶链接了哈，感兴趣的小伙伴都可以去下载试试。然而上帝虽然关上了他前置的窗，却给他焊上了一颗全副武装的铁头，他的头骨总长59.6厘米，看起来就像一个开了美颜瘦脸特效的大方块。他的眼眶更是个奇观，是标准的钥匙孔造型，上面一个小的圆形，下面一个大的椭圆形，中间被骨头硬生生给隔开了。这在短吻型阿贝利龙科里是标准配置。它的下颌结构看似单薄，但其实关节之间连接的很轻松，有点像蛇的下巴，是韧性极强啊。那对标准性的牛角看起来是十分炫酷哈。那么这对角究竟有什么作用呢？咱们来用一下千问的识图功能。目前学界主要3种假说，第一种是内斗武器假说，由于它长得太像个纯粹的角斗士了，所以早期有古生物学家认为这俩角是用来直接对撞的。你看它那个短脑袋正好降低了猛烈撞击时的转动惯性，再加上它那粗壮的如同肌肉墩子一样的颈部足以支撑2头食物牛龙以每秒5.7米的速度正面冲撞，直接把冲击力通过后手的头骨把头冠给分散掉。不过后来也有学者修正了这个观点，觉得高速对撞风险太高了，他们可能更倾向于像现在的海鬣蜥或者长颈鹿那样头顶着头缓慢推搡较劲，或者用侧面的头角去撞击对手的软肋。不管哪种方式，这铁头功绝对是同类打斗时不可或缺的利器呀。第二种假说认为角是用来视觉识别与物种辨识，作为独特的视觉信号，帮助同类进行个体间的识别。第三种假说认为角有防御辅助功能，面对大型植食恐龙或同类竞争时使用，进行搏斗和自我防御。在这里我用一下千问的表格生成功能，我对2种假说及其原因进行一个汇总，大家是一目了然哈。食物牛龙在食补方面现在还算得上是一笔乱账，争议主要在于它是否能够捕食那些大型恐龙。一方面科学家发现它的下颌比较纤细，但咬合速度极快，这有点类似于现代鳄鱼偷袭小鱼式的操作。同时它的下颌韧性极强，像蛇一样能张得很大，方便吞食小型猎物。
虽然它牙齿不大，但这种恐怖的咬合力配合上它强壮的颈部，让它能够死死咬住猎物。于是就有另一种观点认为，它可能会专门伏击巨型犀角类恐龙，它的攻击方式可能特别血腥，会利用它那如同锯齿短柄一般的牙齿反复撕咬，重击大型犀角类恐龙，造成巨大的开放性伤口，让猎物失血过多而击。也有科学家认为，它的头骨顶部虽然厚实，但整体灵活性不足可能无法承受大型猎物垂死挣扎时的剧烈扭转力。所以食肉牛龙极有可能是个机会主义者，小到蜥蜴，大到犀角类，只要机会合适，它能吃的都吃。食肉牛龙的嗅球体积巨大，甚至为了装下这巨大的嗅觉器官，嗅束都向下弯曲了，可见它是极度依赖鼻子吃饭。但是它的视觉也偏小，虽然因为钥匙孔眼眶的存在，有一定的双目立体视觉，但视力可能算不上顶尖。听力方面，它貌似也略一般，内耳窝管短小，判断声音方位和接收高频声音的能力偏弱，有效听音范围大概低于3000赫兹。它的小脑绒球倒是很发达，能用来稳定视线、协调头部和身体快速反应。除此之外，食肉牛龙是奔跑速度最快的大型兽脚类恐龙之一。它的高敏捷度得益于它修长的双腿以及尾部的特殊结构。食肉牛龙的尾椎骨上方有2排 V 字形向上凸起的骨骼，来给2块强壮的尾骨肌腾出附着空间。科学家测算，光是它单侧尾巴上的这块肌肉重量就可能达到111到137公斤。在有着强大力量的情况下，它的尾巴牺牲了一定的灵活性，因为那些椎骨互相勾连的特别紧，使得它的整条尾巴变得极其僵硬，能提供的转弯半径是大幅缩小这使得食肉牛龙在直线加速方面是极其强悍，然而拐弯方面略显困难。最后，咱再来讲讲食肉牛龙的那一身炫酷皮肤，其实第一个被证实浑身覆盖鳞片、没有羽毛的大体型兽脚类恐龙。它的体表覆盖着互不重叠、直径只有5到12毫米的多边形小鳞片，整体质感可能跟现在的鳄鱼皮或者蜥蜴皮比较像。最奇特的是，在它的颈部、背部、腰部以及尾巴两侧，鳞片之间零星散布着一些直径4-5厘米、中间带有低矮棱脊的凸起疙瘩。这些疙瘩不是骨头就是单纯的角质化硬皮，在它体表形成了一种类似铆钉的装甲带。有古生物学家认为，这些硬疙瘩在同类打斗时可以保护它的侧类免受撞击伤害，活像一件天然的防四服。然而悲剧的是，随着版本的更新，这些炫酷牛龙都记了。在怀旧版本自然界，食肉牛龙是武功极高的格斗加龙系刺客型打野英雄，被动技能鲜血追猎，使他能够无视草丛和视野遮挡，大范围嗅探到残血敌人的位置。在面对同类的遭遇战时，会使用思念头锤来进行对撞；在干个敌人时，会用高速移动接近猎物，让凭借极高的攻速，使用连环啃咬来打出流血伤害，对敌人造成重创。假如你决定使用食肉牛龙作为这把的英雄，那你没什么可担心的，只要注意不要硬追那些敏捷度更高而且有位移技能敌人就好。毕竟虽然食肉牛龙移速快，但尾巴僵硬，转弯较困难。假如操作失误，容易一失足成千古恨呀。如果你也像我一样害怕有知识出错，那么打开千问 AI， 开启深度思考，输入食肉牛龙就能溯源权威考古资料，外形习性学界争议一次性全讲透，不满意还能追问深挖细分干货，可以用来生图生视频、制作表格、整理文案等等，免费无广告，使用丝滑不卡顿，做科普查资料全能好用。链接就在评论区置顶链接，快来体验一下千问 AI 吧。关于食肉牛龙的介绍暂时告一段落，感谢大家观看。如果喜欢的话，就能点个3连去关注。我是戴红，我们下期再见。今天又是普通的一天，加油吧大家！